收看关键时刻，川普才宣布当选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你就看到整个世界真的开始骚动不安。我们看到一向非常谨慎保守的拜登，他居然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他说：“现在我们要把乌克兰卖的这个1700多亿，我们还没有给他的武器，现在赶快在我的任呢，在我卸任70天内，赶快把这些武器全部交给乌克兰，而且交给乌克兰之后，本来对他线下的这个所谓的封印全部拿开，所以就看到。”现在俄乌双方可以说是进入最后疯狂的阶段，两边都已经打开混人锁，两边都用最致命的武器来对待对方。那除了俄乌之外，我们看到我们的台商竟然在川普当选的48小时之内，我们看到商业周刊的报道，大家都接到电话，叫什么电话？希望你赶快离开中国，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担心是，如果你继续留在中国，不管你什么产业，只要你要卖到美国，你要卖到相关的地方，科60%的关税，这样的一个高关税，没有人可以承受得了，所以一定要离开。那如果真的这样子一个一个离开的话，那等于代表什么？那代表红色供应链会在中国连根拔除，而且这个动作是在川普当选之前就已经开始。我们看到现在。美国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已经确定了，现在可能要把你的最惠国待遇都给拿掉。如果最惠国待遇拿掉的话，以后过去中国可以得到全球化的这些利益，这些所有的利头将会被一个一个的去除出去。好，我们今天请到海边来这方首席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赵宇轩。好。好，第四位我们要对位到，他是东森新闻的记者李佳明。大家好。好，第五位是资深的体育主播钱地远。大家好。好，第六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大家好。好，第七位是东海政治系的教授邱世仪。大家好。走，我们来讲，川普才宣布当选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呢。对，这个社会已经开始什么骚动不安，骚动不安跟他讲，拜登居然这么讲，我们卖给了乌克兰的那1700亿。在我任内70几天里面，全部给我送到乌克兰，而且送到乌克兰之后就给乌克兰用，而且之前的封印全部打开，还有红色供应链快速的离开。对，现在俄乌的战争进入到最后的疯狂阶段。王姐，川普人都还没上任，他的这个疯狂呢，已经带动了全世界，大家都疯了，全部都俩拱，而且大家有点过度的这个俩拱的这个状态。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这几天来说，最俩拱的是谁？你看拜登。拜登在见这个川普的时候，他跟他说：“你千万不要放弃乌克兰。”但是这个川普没有回答，理都不理他，理都不理他之后，你知道拜登马上就打电话：“我们现在还有55亿美金，约莫折合新台币1760亿美金给乌克兰的，赶快马上送到乌克兰去。”就在我任内之内，也就剩下70几天的时间。全部送出去，全部送出去。好，那你说只有拜登这么着急，这么俩拱吗？没有，现在普丁跟泽连斯基两个都俩拱了。你知道，普丁这几天讲下令用人肉战车往前推进啊。你看英国媒体说现在每天死1500个人到2000人呢，照样这样子往前推进。你看已经打到这个样子。另外，泽连斯基这几天还说了一个更夸张，他说呢，如果美国你不援助我的话，我准备要核弹制造核弹攻击俄罗斯啊。所以双方大家都已经把过去你想都没想到的话都拿出来讲。乌克兰说要搞核弹了。对啊，大家都这样。好，那另外对中国来讲的话，当然更糟糕。为什么？因为这个川普当选48小时之内，所有的红色供应链全部都，还有台湾的供应链全部都响电话。对，响电话谁？苹果啦、Google 啦，什么都打电话说，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什么？准备让杠啊！48小时之内，所有供应链都赶快离开，全部都要离开。那现在对中国来说最夸张的一件事来了，这个美国众议院已经有议员提出来要废除所谓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最惠国待遇，等于是把美国跟中国的这个经济贸易条件呢打回到什么时候？打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地步了。所以《商业周刊》这样的标题里面用了4个字，这样的中国制造会被连根拔起。对，所以呢，市场现在全世界都非常的不安，非常的疯狂的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所以我们都很难想说，本来以为说川普当选那个骚动的应该是美国的本土，是他这个左右之间的一个冲突，他可能会有内战，那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的关系。可是刚刚讲的俄乌就开始是第一个涟漪，是俄乌现在给我们吓坏了，因为他就讲说我就要把你强力压制，在强力压制我要结束这个战争，结束战争可能两边都不满意，两边都不满意的状况下，我要在最后阶段争取最好的结果，争取最好的结果的时候，你就看到俄罗斯现在全面的进攻，其实用人肉盾牌都在所不惜。是另外一方面。泽伦斯基居然放话，对，乌克兰以前是有核弹的，乌克兰现在还有核设施，乌克兰有能力制造原子弹。没错，现在全世界打得最凶的就是出现在俄乌战场。
他们最近有一个什么？他们乌克兰有一个叫龙式无人机。什么叫龙式无人机？它这无人机啊，它是会发出去的时候，它出去的时候，它会什么喷火啊？就这个。对，它将会喷火。对，它是用什么？它就直接用个无人机，然后喷火在什么地方？你要碉堡啦什么，它就给你喷火这样。哎，已经打到这种程度了，它用这个火龙直接可以烧你哎。底下是个壕沟，是这个壕沟，我的无人机直接冲向壕沟，然后我底下的喷火，我就像一条火龙一样，然后这个壕沟里面的人无可幸免。所以我说为什么俄罗斯死伤那么惨重？他们这种武器都拿出来，就直接这样烧一整条，把你整个壕沟完全烧光光，全部变成焦黑一片。所以你知道俄乌战场现在打到这种程度，你就知道说到底是多惨烈。还有这种无人机，对，好，那他除了打，然后打得惨烈之后还会烧起来，他也不管了，反正现在就是这样子，大家完全打到疯狂的程度。那最疯狂的当然是泽伦斯基啦。泽伦斯基还说什么？听说他前一阵子跟北约在开会的时候就是这样，好了，你们不要让我这个进入北约的话，好，那没关系，我要造核子弹。他想说，你真的还假？他有能力造核子弹？宝姐，那人家就说他可以，因为什么？因为过去本来在前苏联时代，乌克兰本来就有核子武器，而且乌克兰有这个核电厂，所以目前为止来说，约莫大概他们有7吨的布在他们手上，还有布？对，7吨的布，他们就说，按照过去乌克兰的这个经济实力跟这个设计能力，他说我们几个月就可以造出核弹。那核弹是什么样的核弹？类似在广岛上面爆炸这个 Little Boy 小男孩，他原本是他的1/10的当量，但是你知道，如果真的丢到俄罗斯去，宝杰知道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伤害多大？所以呢，现在连他要做这个核弹这个念头都出来，你就知道说大家到底是多么的疯狂的一个状态。而且刚刚讲的，全世界更担心的是。在两岸之间，在中美之间，刚刚讲的，我现在会替你贸易战，但只有贸易战吗？对，这个军事冲突会起来吗？对，没错。实际上我们就讲，实际上目前为止，包括说像他们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包括说他们的卢比奥这些人，所有的人都是要对中鹰派，一定会打。宝姐，我讲，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先会打什么？先会就是说，这经济跟贸易战先开始开打，而且现在的手段是相当残忍。我就讲这个 PNT 啊，就是最惠国贸易取消，你知道对中国为什么是个被 sign 吗？取消这个 PNT 啊之后，紧接下来的话就可以对中国科所有的产品的关税，所以 PNT 的取消就是紧接下来要开始跟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那是全面开战的贸易战。这个我就跟大家讲。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大概会少一半，就是从目前为止的4%的成长率，可能会掉到2%，甚至掉到更低。好，那事实上这个所有苹果供应链，商业周刊说什么？他们报道是这样，他说苹果供应链的老板说，过去1年的时候，苹果非常紧张，就一直跟他们说，赶快把这个供应链搬到越南、搬到印度、搬到泰国、搬到什么地方去。结果那后来大选结束48小时之后，他就说，所有的台湾的伺服器、笔电、手机的电子供应商呢，都发现到说，打电话在很多。国际大厂全部打电话跟他们说什么？你看苹果 HP 的供应链问他什么 ？HP 都来了 ，Are you ready？ 然后他当下来说，那 ready 什么东西？他说赶快把他说川普当选啊，我们之后一定把更多产品从中国移到泰国去做，你们泰国厂的土地都准备好了没有？人准备好了没有？所以呢，本来还有一个最后希望，本来以为说如果是贺锦丽当选，那就相安无事，照这句话计划照走。可是川普一来以后，惊天动地，非跑不可了。对，一定要跑，因为磕60%下去之后，你还能活吗？所以现在全是宝姐，我跟你讲，还不是只有这个台湾的供应链，连中国供应链都这样。对，中国有那种太阳能厂商天和光能，他发现到川普当选的时候，他马上打电话说我要把我的厂卖掉。对，那他们就你看，全世界在中国的供应链现在都害怕，连中国的立讯什么都开始要往外跑。所以呢，实际上现在中国可能会面临到，我刚才不是讲，那上周讲连根拔起，真的有可能吗？而且不只是连根拔起，不是连根拔起，是把连根都把它刨除掉。刨除掉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个对中国杀伤力会有多大。所以我才跟你讲嘛，现在川普人都还没上台，你看全世界已经吓成那个样子，因为他真的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好，所以宇轩刚讲到的，现在看到了。川普才刚刚上任，整个世界开始骚动。骚动了以后，这个真正的正央，当然在俄乌战争，他本来讲说，俄乌战争要最短的时间里面赶快可以解除。可你解除，难道就配合你美国的意思吗？那配合你美国的意思的话，那我俄罗斯怎么下台？我今天乌克兰怎么下台？所以现在都要在川普上台之前，要找到自己最有利的位置。刚刚讲的，你现在都没有想到，这种燃烧弹，无人机的燃烧弹，现在在俄乌的战场上。
疯狂的展开了。宝来哥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兴致了。我们讲了百无禁忌，为什么？因为当你看到说，包括Joe Biden说最后1000多亿，我们全部这个银弹都给他打下去，有多少用多少，所有军火都给他输出下去，你就知道我们讲最厉害的就来了。为什么刚才一直在讲这个无人机？宝来哥你知道吗？因为无人机跟一般的炸弹来讲，对于士兵的恫吓能耐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爆炸，请问一下，你爆炸之后它是多久之后产生？1秒之后就结束了嘛？爆炸之后，那些场地豪华还可不可以用？可以啊，我没被炸到，我可以继续用啊。但你当今天我们讲的这种龙式无人机，燃烧弹，你刚刚看到什么吗？就像魔戒里面这种巨龙。直接在那边喷火，你想想看哦，当你被烧到的时候，宝来哥，你知道这温度有多高吗？我跟你讲，2500度，你知道2500度什么概念吗？太阳1半温度的概念，所以那烫死了。你不是烧完就没事那壕沟整个都作废了，完全不能用，因为它光是散热，光是那个余温，而且你想想看，你士兵如果今天被烧到的话，那个痛苦是我们讲的不可言喻炸弹我1秒眼睛闭闭，我就直接转身投胎了。被那个烧到，我搞不好半身不遂，然后这个皮肤还继续焦黑。难怪英国的情报单位讲，现在俄罗斯每天死伤的人数将近2000人。对，所以各位你知道，当这个无人机呢在这边大肆烧，而且你知道它烧的范围是什么？它是针对这些壕沟烧，而且烧它也不一定对着你人。为什么？反正我烧过去之后，我知道你内心会产生异议，你再也不敢来这个壕沟，基本上都作废了。等于说是要干嘛？限制战场，持续输出嘛。因为今天爆炸它是1秒的事情，但我们这个都是干嘛？除了你限制走位之外，就是让你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壕沟之外，我还可以让整个区域作废。你这对于我们这个，只要看到无人机之后，你心里会不会产生阴影？会。但是你想，不只是这样子，除了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讲的无人机之外，最主要刚刚泽伦斯基他讲，宝杰哥你知道他跟川普弹，对，你知道核弹他是怎么讲的吗？他是说，你呢，要么给我们加入北约，要么呢就让我们生产核弹，因为过去我们乌克兰是有能力生产核弹，对，但是因为你限制我们嘛，限制我们导致说我们最后生产不出来。但我觉得如果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不让我们加入北约，因为现在我们讲美国给的协定是说你要退出北约20年哦。他说好，那你既然这样嘛，让我们生产核弹，有核弹我们才能够捍卫自己嘛，对，否则我没有底气。把这个最可怕的是后边那一句，你知道川普怎么回答他吗？Fair enough。所以你这样讲非常公平啊，对，所以代表说，我跟你讲，根本就没有说怎么叫他不要做嘛。对，他的意思说你这样子我也可以接受哦，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的条件是说要你退出北约。对，那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情况下，那是不是更？那到底是和平还是会更乱了嘞？当然不会更乱啊！对于我们讲的川普来讲是好事啊。为什么讲说好事？因为你如果今天乌克兰拥有核弹，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少解决一个麻烦？讲白了，今天是恐怖平衡啊！俄罗斯还敢随便越雷11步吗？这个800英里的我们讲的安全区，2个折冲区，绝对大家都相安无事，对不对？但你有这个火龙的无人机，可是对俄罗斯来讲，它也不是吃素的，所以现在更可怕的是。两边互轰，对，为什么我们讲看这个画面就知道，真的是我们短兵相接。为什么？因为当乌克兰呢派出我们讲 N2 的这种坦克车冲到我们科斯克就是说他们现在两边双边冲突，最冲突这种俄罗斯边界的前线。那你看，仔细看那个画面，我们从第一人称视角，你仔细看坦克车开没有多久，宝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马上乒乒乓乓，那个所谓的防守的工事跟炮火，直接就在面前这样炸下来。但最离奇的是什么？两边对打了，对，直接互轰哦。你看，我一边轰，你轰我，我轰你，而且他有没有退？没有退，坦克车继续往前冲。最可怕的你知道什么？宝哥，这台坦克车 N2，我们讲布拉德这种步兵战车被轰2次，他2次遭受到俄罗斯俄军的这些打击哦。对，结果宝哥最可怕的来了，他连退都不退，你打到我对不对？我现在看到的就是他的乌克兰的战车被打了2次，还往前走，还是继续攻击。对，宝哥，你有没有看过拳击场上2个人有没有站在原地也不防守，你一拳我一拳，我敲你一拳，你敲我一拳，就是这个场景。他连续这个艾布拉德姆斯这个坦克车被轰炸到2次，他也不退。最后你看宝哥他们有完成任务有。最后你看到说他们弃车了吗？不是，为什么士兵都下来？因为到达目的地了。他们最主要目的地就是说，他要把这些士兵这一整个连的人，这一整个班的人推进到前线的壕沟战之后呢，定点放下。所以呢，完全他是突破了我们讲科斯克俄罗斯我们讲俄军的这个防线。他被炸到了。对。而且他还在可以开哦，还往前跑。对，你不要误会哦，他被炸到，但是他没有坏哦。最可怕的场景你知道什么吗？他往前开的时候，然后整台车上面都是火，那都是火，他也是往前开，然后炮火还是持续在开，而且呢，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嘛。对，他现在整个我们讲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他就只有对着我们讲树丛里面疯狂的开炮，那开炮到最后有效压制敌对方军火。所以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停火，现在根本就杀红眼了。我讲性命不重要，因为对我们讲，因为科斯克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对于乌克兰来讲，我一定要推进1寸，推进2寸，随便推进1英里，对我来讲都是未来谈判做的手掌。我们讲白了，川普小儿子跟我们讲，川普儿子跟我们。
我们讲了，说只剩38天啊，所以你看啊，他就是仔细的、努力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往前推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配合我们讲的所有美国的军援，就是要跟你战到底。对的，现在连美军都狠起来了。美军我们刚刚讲的 F-35有3种机型，有 F-35A， 有 F-35B， 就 F-35C 其实一直都没有这个所谓的战机，就没有想到现在被报道。F-35C 竟然流下了第一滴血，他去打胡塞组织的时候，那很恐怖哦，因为 F-35C 是专门在航空母舰上短场起降，它短场起降代表，航空母舰到哪里，F-35就在哪里，而且它可以随时攻击任何地方。对，没错。那么这一次第一滴血啊，也就是 F-35C 呢，为什么会出动去攻打也门的叛军呢？胡塞组织啊，因为也门的叛军胡塞组织干了一件事。他针对美国，那么在红海亚丁湾附近的2艘伯克级的驱逐舰啊，发射了8枚的这个相关的飞弹，跟8艘的这个8架的攻击自杀无人机啊，去攻击这2艘这个美国伯克级的这个神盾舰，所以他让美国就找到了借口。虽然他这个8架的这个攻击自杀无人机跟8枚的这个飞弹呢，都被这2架伯克级的驱逐舰呢给拦下来，但是美国马上报复。马上出动 F-35C 第一次出动任务，直接从航空母舰上面出发，从林肯号出发以后，直接去轰炸，而且如入无人之境。因为听说完全都不知道这个飞机已经濒临上空了，完全不知道，然后就锁定了胡塞组织所有的这个相关的飞弹，然后攻击自杀无人机跟弹药库，还有这些指挥部，全部都轰猛炸，就直接把它全部炸光。那么其实在此之前。B2 轰炸机有一次是不是出动任务？对，故意去这个轰炸这个胡塞组织啊？那一次的 B2 呢？为什么B2 去呢？因为很简单，他要告诉你，我 B2 的轰炸机进出如入无人之地，你完全不知道，不要惹我，你再惹我的结果就这样。没想到胡塞组织真的又惹他，你又去针对伯克级的神盾舰，又给他发射飞弹，又来了自杀无人机。我问你，按照美军的个性，我做几百给你数好，所以我一定给你好看。所以这个 F-35C 为什么就直接从航空母舰上面出发？它的目的在这个地方，那它也让全世界看到。所以这是 F-35C 的第一次进行这种攻击任务，而且完美达成。对，没有错。而且呢，确实这些所谓的防空飞弹呢，跟这些雷达完全都没有看到100%的逆中效果。然后呢，那么前几天不是这个珠海航空展中共的歼35的歼35A 的隐形战机不是在那边表演吗？那么也是号称可以在这个航空母舰上面起飞的嘛。但是问题是 F-35C 直接告诉你，我是有实战经验的。我的实战经验是，对方不仅看不到我，而且我可以精准的命中我要攻击的目标。然后呢，我全部去了以后，安全全部返航。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它可以在航空母舰上面，航空母舰上是可以在到达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结果我在航空母舰上面，我可以等于讲乘着航空母舰，我可以来无影去无踪。没有错，因为 F-35呢总共分为3个系列通常一般来陆地上用的 F-35A， 然后呢F-35B 就台湾想尽办法要买到的，那么短程的就可以随时起降的 F-35B， 现在在日本呢，其实 F-35A 跟 F-35B 都有这个等于进驻，当然问题是 F-35C 呢是在最近才大量的进驻到日本去了，因为很简单，因为只有美国的海军跟海军陆战队有配备这个 F-35C F-35C 它有更大的翅膀，它的翅膀是3种机型里面最大的。除此之外呢，事实上它的机翼呢可以直接叫垂直，直接整个收边收纳起来那么让它在航空母舰上面有更大的一个空间。它的作战距离是3种 F-35里面呢作战距离最大的，它的作战半径超过1100多公里。所以呢，美军这一次为什么特别公布我们出动了 F-35C 直接攻打胡塞组织他今天可以打你胡塞组织，而且他现在已经正式进驻了日本的这个相关的基地，还有包括这些航空母舰都已经有几个中队都进去了。他就要告诉你，我 F-35C 进到那么我们的航空母舰了以后呢，即将取代 F-18超级大黄蜂，全世界最强的航母的战舰，在我美军谁敢惹我，我就轰炸你落花流水。吴总，刚才讲。整个川普还没有上任，整个社会已经开始骚动不安。骚动不安，我们本来以为说，台湾可能还没有排在前面，没有，现在已经到了正央的中心。刚才讲的，这2天我们看到前美军印太司令阿奎里诺已经跑到台湾来，来了3个党部去访问，3个党部也跟赖总统见面了。你说这个
跟我们之前的那个传出来的购买清单，你觉得是有关系的？也就是现在要求台湾买军购5000亿的军购名单，不是空穴来风。这个很明显的不是嘛？因为这个阿奎里诺船区，它本身就要负责这个亚太的这个要对中的作战的主要的战场指挥官嘛。对。那他就干这个事的，而且刚刚退役，也不是退役，他刚刚退休下来。是。然后现在突然间带了一个访问团跑来，那不管那访问团什么内容啦，那我觉得很听起来就是这个5000亿台币跟200亿约估200亿美金的军火采购案，确实这个英国金融时报写的东西有所本的，有所本才是可怕的事情嘛。换言之讲，在这个事情。国防部否认有这个事嘛？对，顾立雄否认嘛？顾立雄当然否认嘛。顾立雄否认是什么东西？否认是清单的内容，但是对到底有没有这笔预算事情，其实没有任何的讯息，也没有任何的否认嘛。因为你今天听到的消息是我们神盾舰是买得到的。我认为我听到的消息是说神盾舰是川普非常有可能愿意让步的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就回到另外一个关键的，我们前2天讲的就是台湾牌的概念嘛。川普如果要卖神盾舰给台湾的话，他会不会去 care 或在乎习近平的感觉好？不会在乎，他根本鸟都不鸟你啊！他都卖我们海马斯了，都帮我们卖我们 F16V 了，他都卖我们的 M1A2 的这个坦克了，他还在乎你什么？所以说呢，如果神盾舰到台湾来的话，那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是不是一夜之间加强了多少倍的？对，因为它神盾舰我们所知道的嘛，它的防守的能力，它可以同时它的雷达可以在海上锁定400个目标，它400个目标这个资讯，然后我们台湾有多少的飞弹啊？我们这个像个蜂窝一样的飞弹。对，那如果解放军的船舰要能够运作的话，这个还逃得过这个神盾舰的监控跟这个指挥？逃不过。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厉害的海上作战平台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对。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说要开始要玩真的，不是玩假的嘛。因为这个东西就大家这个东西摆明了。所以以前讲备战，那个备战可能是被加的。可是现在川普上台了以后，他卖给你的武器是真的能够打仗的，他卖给你的武器是有长程杀伤力的，他卖给你的武器是真的在备战的。川普现在如果第一个，我对 F-35比较保留啦，但我对神盾舰这种属于防卫性武器的这种概念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川普根本就无所谓，他就把他封存的东西卖给你而已，对，把提康德罗加比较老一代的产品丢给你台湾嘛，那已经很够用了，你知道，非常够看了。那这个东西更严重是什么？是外交关系，因为美中关系一定是急速恶化，因为你知道军售这个销售武器才是美中关系最敏感的一块，所以才有813公报。我本来认为说大概是跟我们赖场打电话，不是他跟你搞这个玩意。然后刚刚世忠讲的更可怕，我原来一直以为是川普用行政命令要干的，对啊，国会就要跟你搞取消最惠国待遇，那就全面开战了嘛。这个事情就不得了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现在看到老美已经闻到味道，甚至于这种高阶的退休将领，已经在那么快的时间、那么短的时间就跑到台湾来，他不是跑来旅行的，他不是跑来吃台湾担子面的，他是来就是跟你谈这个东西的。他跟赖清德谈话的时候，难道没有口信吗？没有一些讯息跟赖清德讲吗？对，因为他专业嘛。他晚上见谁你不知道啊？而且他是最懂中国军力的人，他当然是有啊，他有他完整的，他是最高阶的指挥官嘛，对不对？而且他最熟悉你所有的需求，他们的情报跟台军对我们国军所有一切条件，他完全这个了如指掌嘛。所以他晚上跟这些我们的军方将领沟通的时候，一点障碍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要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讯息我们看到了，后续会有更多的美国的参众议员、民意代表或是军火商的代表。我一直怀疑说，川普一直会拿台湾打台湾牌，因为川普的第一项工作叫做早期外交早期的外交的作战嘛。对，外交作战什么东西？就是普丁嘛。他搞定普丁，一定要搞定习近平啊，所以这个是个最简单的事情。但是他只有这一招，我认为是最快的一招。那这个200亿美金不是空穴来风，会真正的开始讨论。所以我们昨天谈过一个问题，记不记得？只要开始讨论，
北京就跳脚，讨论就够了。那这个已经不是讨论了，真的要来卖了。这个已经是确实有一个可能性在这里面，而且是非常务实的，直接谈到很多细节问题。好，所以邱老师，现在川普上来以后，真的这个世界或者美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吗？因为他特别提到，他现在要去解构谁，或者他去整顿谁。我们之前讲，他去整顿他的五角大厦。原来他对五角大厦已经非常不满意了。之前他去对付叙利亚的时候，他曾经说：“我今天要去对付这些 ISIS 的人。”到了第一线的将领跟他讲说：“我问你哦，我如果今天对付 ISIS 的话，我要花多少时间？”那个将领跟他讲说：“对付 ISIS 我们几个礼拜就可以把他干掉了。”他说：“为什么我今天五角大厦告诉我说要处理 ISIS 要5年呢？”他就那个将领跟他讲说：“因为从整个五角大厦开始讨论、开始辩论送出来到我这里，刚好就是5年的时间，5年送到我这里，我几个礼拜就把它处理掉了。”川普就很火大，他就回到了美国去以后，就要求五角大厦你 ISIS 赶快给我处理。他说他已经逼了、努力都赶到，花了2年的时间才送出五角大厦一样。就像那个当地的将领讲的，不到几个礼拜 ，ISIS 就被美国给处理了。所以搞了半天，川普是对美军真的他的 headquarter 是不相信的。其实对川普来讲，他为什么要找马斯克跟那个 Ramaswamy 去主持那个所谓政府的改革部就是说效率部？原因很简单，其实他对于美国的这种联邦体制的蛮憨，这种所谓的动作慢，他真的受不了了。那其中当中里面，他最受不了就是五角大厦。那五角大厦，其实我们先不要讲文化战争，不要说他要去斗这些所谓的觉醒将军，我们刚刚讲效率就好。宝杰，你刚刚讲。他去这个中东拜访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将领就跟他说，其实只要几周 ，ISIS 就可以铲除。对，回来开会，然后送到桌上2年了，2年根本几天就搞定的东西，几周搞定的东西，你要弄到2年，所以川普受不了。你说2年才把这个报告，把这个命令送出五角大厦，没错。然后到他桌上呢，他就批准这个行动，批准行动好，那就下令就去铲，铲完之后几周就搞定。说几周的东西你要搞2年讨论，这个说在台湾也有这种问题，就是很多的政府官僚他因为太多的行政程序导致这个样子。因为他很可怕的是嘛，他现在新的国防部长就是这么讲的，他说现在的美国的五角大厦真的太蛮憨了。他说现在中国已经设定各种对付美军、设定各种对付台湾的方法，如果你还按照五角大厦那种蛮横的作为，你根本挡不了。没错，所以我讲一下这一次川普要去检讨五角大厦，这个不是空穴来风，这是真的。我讲一下过去第一任就好，第一任是做一个借鉴。第一个国防部长艾斯培基本上是陆军部长升起来的，然后呢，他当到这个川普的这个国防部长是2019年。其实艾斯培这个川普算是很信任他，也算是蛮欣赏他。可是艾斯培后来就有很多的一些论述，包括在这个叙利亚的地方，包括呢他也不认同川普要发动这个军队来去镇压这个当时候。抗议这个黑命贵，就黑命贵抗议这些人，因为当时候有一个叫做弗洛伊德不是被警察打死嘛，就很多人出来抗议，所以呢他反对这样的做法，所以他跟川普就种下嫌隙。但是川普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认为说很多东西是可以讨论，可是你讨论时间要短，而且说了就要做那另外有一个小故事，什么故事呢？当时候包括这个艾斯培，包括这个疯狗的国防部长马提斯。他们当时候川普到法国参加马克宏的一个国庆日的一个演出，所以那时候有阅兵嘛，川普很喜欢。川普回来之后呢，就跟他们说，我也要弄这样子的一个阅兵，我要让美军的这个军容盛大的样子给全世界看到。结果呢，当中应该是米利就有建议说，我们是不是让那一些在我们过去战争里面断手断脚的老兵一起出来游行？川普说，我不要让美国看起来这么弱。结果这个米利的他就跟凯利是当时候这个川普的白宫的幕僚长，他就说，可是你知道吗，总统先生，比这些人伟大，就比这些断手断脚老兵伟大的人，现在都在阿灵顿公园里面埋在那里。那川普就是觉得说他很生气，他说奇怪，你们这些混账，为什么我要让整个美军看起来很强盛，你就让这些断手断脚老兵出来？他不要。但事实上有个故事是，其实凯利的儿子就是在这个战争当中牺牲，现在葬在阿灵顿公园里面。所以你看，所以川普他有很多的一些作为，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他有他的一个很强，说很霸道、很强势的地方。第二个呢，川普其实他没有办法去接受那种慢慢讨论的事情，他一定要马上就出手。出手之后呢，可能在道德上有一些瑕疵，或者说可能会没有办法顾及到一些比较弱势的人。但对川普来讲，他先做再说。
所以我们来看，其实现在川普在整个印太战略里面，包括刚刚前面有提到，在俄乌这个地方，其实川普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怎么样让国防部能够跟川普的步调一样快，对，然后呢能够介入之后呢，其实对于整个包括我们刚才也看到，其实像那个泽伦斯基，他现在也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说，川普如果今天美军不想管的话，那泽伦斯基他就完蛋了，所以他才说，不要搞清楚，我们乌克兰我可以做核弹的，我也可以做核弹。其实我跟各位讲，其实乌克兰在1994年之前也有核弹，他都有核他本来弹，就是有核弹，是北约跟他说，你把核弹销毁，北约保护你好不好对？他说好，我相信了，就拿了之后，他被克林顿骗了。对，2014年之后，你看克里米亚就被这个俄罗斯占领了。